山治带着紫罗兰一路狂奔，不知道哪里突然出来了许多杀手追杀二人。山治边跑边给罗打去电话，现在什么都不要管，赶快离开那里。罗很莫名其妙，马上就要交换凯撒了，跑什么跑？山治大吼一声：“多弗朗明哥根本没有辞去七武海，一切都是骗局，就算你交换了凯撒，也达不成任何交易。”这就是山治在紫罗兰的脑海中看到的真实情景。当报纸上报道多弗朗明哥宣布退出七武海的时候，国民一片沸腾，聚集在明哥的宫殿下面呼唤明哥。当天早上，世界政府谍报组织 CP0 亲自到达德雷斯罗萨，向国民们宣布多弗朗明哥退出七武海，放弃王位的报道纯属误报。此报道会在当日下午3点公开纠正，而在此之前，希望国民们不要外传，将此事严加保密，不得透露半点风声。国民们愣住了，随即一片欢呼。这就是多弗朗明哥的陷阱，但区区一个七武海是绝对不可能调动世界政府的，所以明哥的身份很不一般。紫罗兰很惧怕多弗朗明哥，所以不敢轻易逃走。他让山治赶紧通知伙伴，现在离开德雷斯罗萨应该还来得及。此时，多弗朗明哥已经赶去了格林比特小岛的海岸，而一同赶去海岸的还有藤虎大将率领的海军队伍。既然明哥还是七武海的身份，海军就动不了他，所以藤虎此次的目标就是罗。罗宾因为被小人族缠住无法脱身，身边的电话虫被小人族放出了森林，没办法，只好通过自己的分身向罗说明情况。罗宾让罗先离开这里，到时候大家再会合。罗点点头，抬起头吓了一跳，因为此时离开已经是不可能了。藤虎大将率领的海军大部队已经包围过来，明哥随即也赶到。罗此时已经是四面楚歌，一个人要面对明哥和海军大将，情况万分危急。明哥也是霸气，为了欺骗罗等人，居然发布假消息，不惜欺骗了全世界。然而罗还是想不明白，明哥只不过是一个区区一介海贼，就算有国王的身份，也不可能动用 CP0 去随意篡改世界经报的新闻吧。如果说真的有人能做到这种事，那就只有天龙人了。罗想到这里，突然眉头一皱，想起来威尔哥曾经对他说过的：“你不了解明哥的过去，这会要了你的命的。”罗瞪大眼睛，不可思议地看向明哥：“难不成你真的是天龙人？”明哥阴险一笑：“罗，这里的水比你想象的还要深。现在老子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宰了你。”藤虎大将站了出来，向罗求证关于海贼同盟一事的真伪。如果路飞是罗的部下，那么罗作为七武海，海军就动不了他和路飞；如果二人属实是同盟关系，那么罗的七武海协议就此作废，海军将立刻将罗逮捕。这个时候，罗只要撒个谎就能摆脱海军的麻烦。但是罗现在面临的不只是海军，还有更威胁的明哥。他打算逼藤虎动手，拖一下时间。我和草帽并非上下级，确实为海贼同盟关系，那么就此剥夺你的七武海称号。藤虎突然拔刀，一道紫色的光芒环绕着飞上了天空。刚刚还晴空万里的天空突然阴沉下来，罗惊愕地看着上面，短暂的平静之后，天空突然出现了一个火球。那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吧？从天空中急速下来的火球居然是一颗巨大的陨石。藤虎这个家伙果然和传闻中一样，和另一位星际海军大将绿牛一起被称为是怪物的存在。其他海军纷纷躲进丛林，罗立刻施展入目，将自己包围起来，一刀砍上去，将陨石劈开。明哥也施展自己的招式，瞬间将陨石粉碎。藤虎再次拔刀，一道紫色光波将陨石的碎片击飞。由于三个变态强者的招式，格林比特小岛幸存下来，没有被陨石击毁。而三人所在的位置，除了三人脚下的土地，其他地方都被陨石砸出了深深的坑洞。明哥气得大骂：“你们元帅是怎么教育你的？你这条疯狗！”藤虎平静地说：“刚刚只是小事身手，莫怪。现在就要正式逮捕罗了。”明哥摆起架势，准备对罗出手。罗将要同时面临两个顶尖高手。三人短暂沉默后，藤虎再次拔刀，一颗小型陨石砸向罗。罗用入目将陨石劈开。明哥从远处用弹线射击，罗拔出鬼哭挡下后，跳入丛林里逃命。明哥立即追了上去，很快和藤虎二人将罗困住。罗的心里慌得一批。格林比特岛的底下，由于藤虎召唤陨石的原因，地下的东塔塔王国受到了极大震动。乌索普顺势吹了一波牛，刚刚的震动是我的霸气引起的。小人族发出崇拜的声音：“你用这一招将鱼人岛5万人瞬间击败的吗？”乌索普笑而不语。小人族特意拿来斗鱼的肉孝敬乌索普和罗宾，乌索普毫不客气，大吃特吃。乌索普是个什么谎言征服小人族的呢？事情是这样的，小人族中供奉着一个英雄人物，那是路飞行人曾经在加雅画册上看到的一个人物，名为文布拉·罗兰度。400年前，罗兰度曾造访小人国，当时有一群坏的大人族在岛上搞破坏，罗兰度与小人族的祖先一起将坏人打败，并最终引导小人族走向了胜利，是东塔塔族传说中的英雄。乌索普被小人族绑了以后，自称为乌索兰度，是罗兰度的后人。以小人族那种轻易相信别人的性格，很容易就相信了乌索普的谎话。罗宾直言道：“你可真够坏的。”乌索普哈哈大笑，有时候谎话也是很有用的，不如在这里吃饱喝足，再骗点土特产回去。然而好巧不巧的是，这一天正好是小人族准备起义反抗唐吉诃德家族的日子。
小人族们认为这是天命，正好跨越了400年的时光。罗兰度的后人乌索兰度在小人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再次来到小人国。如果乌索兰度加入他们的起义军，他们一定可以打败唐吉诃德家族。乌索普都听傻了，而小人族们将他围在中间，大声欢呼乌索普的新名字乌索兰度。与此同时，弗兰奇正在一边吃着汉堡可乐，一边和雷兵悠哉地赶去工厂。虽然知道了工厂的位置，但应该不能立刻摧毁走人，事情远比想象的麻烦。山治和弗兰奇通了电话，与工厂比起来，山治更担心娜美的安危，因为山治从泽罗兰那里已经得知唐吉诃德家族盯上了桑尼号，不知道娜美现在是否安全。弗兰奇安慰道：“娜美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弱女子了，而且还有布鲁克和怪物乔巴，完全没有问题。”此时的桑尼号、娜美等人面对眼前这个未知的奇妙景象，全部露出惊恐的表情。房间内的所有物品都变成了平面插画一样的撞色构成图，看上去就好像是某个人的涂鸦作品一样。这时，从房间里走出来一个肥胖的女人，她拿出一朵奇怪的云，扔向门口。一阵爆炸之后，房间的门也变成涂鸦了。这位肥胖女人就是唐吉诃德家族的战斗员乔拉，是吃了艺术果实的能力者，能够将所有的一切物品或者人变成想象中的抽象艺术画。乔拉脑袋上出现一朵奇怪的云，乔拉抓起云朵扔向娜美等人，一声巨响，娜美等人都变成了奇形怪状的抽象画。乔拉率领手下攻击桑尼号，但目标不是草帽团，而是桃之柱。娜美几个人趁着乔拉不注意，跳入船舱内，乔巴拉开船坞的启动开关，娜美骑着威霸载着桃之柱逃了出来。布鲁克驾驶着鲨鱼潜艇载着乔巴随即也溜了。他们的想法是将乔拉引下桑尼号，毕竟在船上干起架来，受损害的是自己的船。但这乔拉并不上当，他派出自己的小弟乘坐潜水艇追娜美等人，接着将一大团云砸在了桑尼号上，将桑尼号变成了一个极为丑陋的怪东西。多弗朗明哥给乔拉的命令就是绑架桃之柱，夺走桑尼号。这样一来，逃跑团就不能逃走了。泽罗兰为了应对手下，将工厂的地图交给山治后，决定先闪人。他背叛家族的事情，估计此时已经传到了干部耳中。此去凶多吉少。山治抓着泽罗兰的肩膀，沉重地说：“我们在西港口见面吧，我一定会带你逃出这里的。”这时，警卫们赶来与山治会合，干掉了一群杂兵后，山治与警卫们决定前往玩具之家。泽罗兰交给山治的地图就是指向玩具之家的。据说，警卫们的伙伴看侍郎就被关押在那里。最重要的是，所有的工厂就是玩具之家。斗牛竞技场内，C 区的大乱斗终于开始了。一声锣响之后，大江的群众演员们纷纷开始出招，将气氛炒得火热。路飞对付这些杂鱼简直不要太轻松。糟糕的是，路飞将手臂伸长的时候被其他选手认了出来，橡胶果实能力者只有草帽路飞。路飞接连收拾掉几个杂鱼，太过显眼，成为众矢之的。大家全部围拢过来，对着路飞群起攻之。一名壮汉举起大锤子，将路飞狠狠拍在下面。本来众人以为要看到血肉模糊的景象，没想到路飞一下子将锤子连同壮汉一起弹飞。观众被这个无名选手所吸引，纷纷卖命叫好。路飞干掉了一堆酱油后，与竞技场的残暴斗牛对上眼了。这头牛可是曾经干掉过一堆死刑犯的猛兽，当场就杀死了1半以上的死刑犯，是堪称竞技场死神的杀人牛，一般人治不住他。不过路飞对付动物向来都有一手，一个霸王色霸气，斗牛被完全震慑住了，他浑身流汗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路飞一个翻身骑到斗牛身上，二人成了好伙伴。擂台上最受瞩目的当属那个巨大的身影，号称是世界最强佣兵巨人族海尔丁。海尔丁的目标很简单，吃下烧烧果实，成为巨人族新一代统领。本身具有超强力量的巨人族，如果再有自然系恶魔果实的加成，将成为无敌的存在。海尔丁正在大杀特杀，路飞骑着斗牛在场上玩得十分欢乐。海尔丁看不下眼了，一拳头下去，直接将斗牛砸成牛肉酱。这下子真的惹怒了路飞，他爬起来，默默地拍了拍斗牛，开启2档，瞬移到海尔丁的脑袋边。海尔丁没有反应过来，路飞一招武装色喷气手枪，将海尔丁一拳撂倒。世界最强佣兵所向披靡的巨人族，在路飞手下仅需一招就被淘汰出局了，全场震惊，随即是铺天盖地的欢呼声。路飞转身将斗牛背起来，放在角落里。另一个会有名气的选手走过来，他就是新世界中央格斗大赛威尔级别的冠军破坏炮拳击哥。只见他走上来，轻松一拳将晕倒的海尔丁击出场外。拳头哥的拳头自带爆炸加成，一拳打出去直接将对手炸裂。拳头哥看路飞比较不好惹，于是向路飞发起挑战。拳击哥率先出招，路飞躲开后，二人打在一起。拳击哥的爆炸拳不小心崩坏了路飞的钢盔，结果被路过的赏金猎人仙人掌哥捡走。路飞只好用围巾将自己的脸包上，找仙人掌哥掏下头盔。仙人掌哥嘿嘿一跳，我听过一个有趣的传闻，悬赏金4亿的大海贼草帽路飞好像混进了竞技场中。这边路飞状况窘迫，另一边路飞的仇家花之国3人组也在夺人眼球。花之国黑帮8宝水军实力不同凡响，祖传招式8重拳几乎无人可挡，可以轻松破开一切防御。首领青椒就更不用说了，传说级人物必会的招式霸王色，一招出去震慑身边所有杂鱼。青椒如同坦克一样横冲直撞，冲着路飞杀了过来。
正所谓父债子偿，和卡普有着血海深仇的情交，今天必须让路飞血溅当场，这才解了心中的愤恨。德州竞技场上厮杀激烈，竞技场的后台也是暗流涌动。唐吉诃德家族的最高干部迪亚曼蒂将贝拉米叫去单独谈话，下达了明哥的秘密指令，暗杀草帽路飞。你可真是幸运呢，贝拉米，像你这种失败的丧家犬，居然还有第二次机会，只要干掉草帽，你就可以成为家族干部了。贝拉米看着手中的纸条，陷入沉思。另一边，巴托洛米奥突然找到卡文迪许，警告他不要对路飞出手。卡文迪许倒是也不意外，毕竟路飞是个名人，仇人多也是正常的。但是在他看来，路飞必须死在自己的刀下。巴托嘿嘿一笑，自己和路飞的渊源可是更深呐。索隆这边在蓝色妖精的指挥下，依然找不到花田的位置，二人大吵起来。蓝色妖精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路痴，居然在自己指挥的同时还能搞错方向。索隆则倒打一耙，责怪蓝色的妖精不会指路。蓝色妖精大怒，一拳将索隆打翻在地。索隆气得要死，抓起蓝色妖精，将他丢在一边的花坛中，自己随便找了一条路跑远了。蓝色妖精觉得十分忧伤，但是他也没有忧伤太久，因为几秒钟后索隆就跑了回来。这里好像来过，又好像没来过，奇怪。索隆看着四周，脑袋上全是问号。蓝色妖精大骂：“这么快就迷路了，真的是白痴！”索隆虽然很气，但是架不住蓝色妖精的乞求，抓起他塞进自己的衣服里，继续向花田赶去。当天下午，松豹鸟带来另一则惊人的消息，世界再次被震惊，多方朗明哥退出七武海，这则爆炸性新闻是误报。我是谢木君，咱们下期见。